哎呀，老先生又来了。啊，我来了是来。啊，我今个拿点东西搁这儿，你不往给任何人说。啊，用啥嘞？赶紧拿出来看看。拿来看看。这我去收破烂去了，搁那个报纸箱子里头。啊，也有几块这家的，我看是真东西。啊，你看看，我看像是好东西。你看是白银的，是银的。银的银的，200克一块。银的啊，这是你当银子收过来了吗？不是嘞，我那个是报纸箱子，正上里头都给那个盒子里夹着一个破盒子扁的。你看200克，你看，你看有多少万？哦，我爷子那里头好一块，你看看。哦，这都是了吗？都是那一箱子里头装的。哦，那你这回赚了？那你这一次赚大发了？看看这家里头，快，还有没？没有了，10来块了，嗯，2000多克嘞。你这是赚大发了，你这按纸箱子的价钱收过来了，你看你不赚大发？你赚大发了。我一看你可别跟人家说啊。我跟谁说哎？银嘞。这是人家有钱的家，你这纸箱子都便宜的很。那是嘞，那你收按纸箱子价钱收了，那你赚了大发了。5毛钱你给他收了，这里头是有这家的康5毛钱一，5毛钱一。我比如铝康宁比铝钱多。5毛钱一，2000克，4斤。4斤的话2块钱。该，你这2块钱赚了可大发了。2000克的话，那你现在，你最少得赚几百倍啊！看看这家伙，我这回。我叫你看看，你看是，我看像真的，你看。真的，确定是真的，银的，对，确定是真的。真的吧？真的。这回中了吗？那这一次你把之前所有的那个啥，你趴盘的东西都弄过来了。你看多喜欢人，我喜欢的是不是要的？那你别喜欢了，反正也没赚多少。要是进来，我估计你这一辈子都花不完了。你这也算大赚一笔吧？啊，也可以，不赖。两个人亲戚上个头了，啥感觉了？中。现在你也给他送礼办这样的了，时间长咱也不说。他可能忘了，哎，就这，不赖。好。哎，卖你几罐大豆，还是买这少的吧。天平天价，我就叫这少的卖给你，200块钱一块，我都需要1600块钱。啊，就这200块钱一块，叫我说懵了，啥意思？你可别忽悠我，我跟你说，俺家以前是地主，我20块钱一块也卖过，50的也卖过，100的也卖过，现在只不过银子涨价了，我再给你要200块钱，知道吧？200块钱一块。对。啊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哎，小兄弟，你这我看你今个拿来有50-60块银元。我有7、80的，我都现在少了卖给你，我现在刚才都说过了，都差1600块钱，就差1600。说实话，你这银元我先不看板，就看它这个包浆，这种包浆是属于过去的老五彩包浆，老五彩包浆啊，在银元里边是最难形成的，这种包浆比较少见。说白了，无论什么样的银元，我们都喜欢这种包浆。哎，你说200，说实话我有点懵懵的。咱都不说其他的，咱都说这种包浆啊，都用到那个军阀币上啊，有时候这个包浆比军阀币还值钱。具体能值多少钱，咱一块一块的来看，好不好？行，可以。好。你得看仔细，我跟你说，你也听说里边说的还有板啥东西。哎，对，先来看第一块，这个甘肃版大头。这个甘肃版里边之前的有很多，像曲笔铭、落叶、长缨之类的。但是你这块细看字体的话，你看一下，字体的话是属于加粗的字体。这种加粗的字体比普通甘肃版大头要粗。其实粗字甘肃版有2个版，一个是粗字，一个是中粗字2种，还有很多暗记在里面。就像这个石口铭啊，对吧？背下山猪啊，然后还有三眼皮之类的。这太多了，而你这块就属于中粗版甘肃版，要比普通的甘肃贵300到400。目前你这个状态吧，我看最低能给到你2400一块。2400？对。老板你别说了，我都想试试你的，我故意跟你说200块钱一块。你要说真是200的话，我扭头就走。200咱也不胡扯啊。对。接着看你这个，这是里边唯一的一个9年。9年分9种，9粗和9精。9年是所有大头里边做工最精美的，它们主要区分主要是背面的这个甲褐，9精的甲褐是小甲褐，第2个脉芒为闭口，9点钟方向缺一小内刺。头发
啊，它这个雕刻的呀是一丝一丝的，立体感比较强。九中的头发属于中粗，字体呢这几个字要比九经啊要粗，包括那个九粗，它这个头发更粗，字体显得更粗一些。看你这块的话，应该是属于九中，和普通的这个大头啊价位相当，哎，1030啊，那可以啊，对，1030。你这最后剩下的这几块就是3年的大头，哎，如果说这个3年啊，如果说不带斑，哎，它的价位都差不多。3年大头里边啊，贵的其实还是挺多的，像什么山东大扣啊，所以说你检查银元的时候，一定要检查它的这个扣子，哎，是不是独立的？如果是独立的特别显大，那就恭喜你啊，就能卖高价啊，能卖个就像这种状态，能卖个1万多，完全没问题。检查你这6块的银元啊，我都检查完了，说实话也没啥斑，哎，只不过是你这个银元有一个区别，比看一下，这个是脚上珠，你看这个脚上多出来一个珠，这种珠啊是那个铸造的时候出来的留印，也算是区别币吧，和这个普通的大头价钱都差不多，1400一块，给你说。啊，1400。对。你都讲究它是老味道，老包浆是吧？对，主要是卖个包浆。好，老板，我看你给点时间，这一块也叫你看看。啊，这个看。对。这一块湖北龙啊，带个戳字啊，这个说实话，这个湖北龙带个戳，也比这普通的大头要贵。就你这个状态，整体状态还不错，给您意思意思一下吧，2000块钱。你看怎么样？都这个价钱，别人给我1800啊，1800，给2000也多加200。行，那咱我给你算算还是啥呢？中，你给我算了啊，行，我给你说说吧。你好，过来老板。啊，我过来了，让你给我看看东西。哦，看这东西挺沉，这里边装的都是银元，几块？4块。啊，4块银元。这银元在哪弄来着？这个银元是俺老太爷给我的，传给我的。传给你的？对，俺老太爷传家宝传给我的。哦。让我寄个过来目的，叫你帮我看看。价值高不高？价值高不高？那你这说实话，这银元看着都不赖。哎呀。我跟你说吧，俺老太爷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。最疼我了，给我一再安排，叫我放好，别卖，别能丢了。等我关键时刻用钱的时候，他管变现。能变现。对。哎呀，那老太爷是个聪明人啊，这是个单日开，这个小头是单日开，这个冠装美品，这漂亮。说实话，这没有任何的划伤啊，没任何的磕碰。那俺太爷留给我肯定是好的呀。对，不让你乱卖，就这意思是吧？哎，我跟你说刚才我都忍不住想跟你说，你这3个小头，我跟你说可不一般，真是不一般。咋不一般呢？咋不一般？这个是单日开，带了一个斑，都像普通的小头可能也都1800块钱，这一个得好几千。好几千？对，这一块儿。对，都这一块好几千。再给你看这一块，这一块我告诉你，这是大双欧、大3欧，这是军阀版小头大3欧，看到这个欧，看到没有？这属于3个欧，都是超级大的。你不信可以做一下对比，这个小头的欧特别小，你看这个欧是不是特别大？这属于大3欧，而且这种大3欧呢，它不是一般的小头，它是军阀版的小头，知道吧？非常之少见，对，特别少见。军阀版。再看这一个，这个是棍子版，你看小头后边带个棍子，看到了吧？都像这一个得好几万。好几万？这个几万吗？你说？哦，对，这属于棍子版，知道吧？这小头我告诉你可不得了，这我跟你说，我收银元收那么多年了，第一次见。见的很少是吧？没见过，根本都没见过。没见过。不是很少，是极少。对，那你说这我管卖了大价钱。那你确实管不少卖价钱。你这3个都得办。这个是3年的挑花，你看花，中华的花字挑进来了，然后挑花，大星大字星，它这星是个大，呈大字形，这是一个非常值的好版。这4个银元啊，
你给我估个时间。那老太爷留给你，我可以这样很骄傲的告诉你，这4块银元太少见了。说实话，我这干那么多年，今天4块银元我也算见识了。这足以说明那老太爷当年给你留下来，一直不让你卖是吧？对，他不让我卖，叫我放好。我这是说实话，遇到一点难处，等我急用钱啊，放了那么多年，终于可以让你卖了。对，你价钱高了，我都卖给你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4块银元我也不说多了，给你3万块钱。多少？4块是给你3万头了。3万吗？对，3万你给我留下，我也不蒙你。你出去再转转，我跟你说，别人给你都是转3年，别人也不会给你这个价钱。中。咋样？我看你这老板识货，我都卖给你。OK。常借我困难，借你燃眉之急，一个都不假。然后正好这东西，然后也到我手里了。好，那就这样说吧。好。我这个妹妹啊，太不懂事了。5年前借了5万块钱，哪有这天天撵着我要钱嘞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啊！有钱了还给他就是了。你这应该是急用钱来卖银元。我看你这块银元不得了啊，还是一块大清宣山里边的名玉品繁龙，这样的银元太少见了。这是搁哪来的？5年前我借我妹妹5万块钱就买了这块银元。这不是越还越值钱吗？他怎么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嘞？5年前5万块钱买一块大名玉品，说实话，如果是真的啊，你这买的也太便宜了。可是关键你是借妹妹的钱买的，妹妹应该对银元啥都不懂。我看你倒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你认为它很值钱吗？刚才你不是说了吗？我这是建个大楼，像这样的银元我也不舍得卖，卖了5年了，一直没有人开出合适的价格。一块这么好的币种卖了5年，居然没卖掉。其实像这种繁龙啊，真品的话，毫不夸张的说，有钱你未必能买得到。今天你既然拿来了，我就简单的跟你说一说。繁龙是大清宣山最早的玉制币种之一，模具呢是外国的设计师制作的，它代表着当时这个西洋派的一个设计风格。壁面看上去立体感十足，比常见的大清宣山漂亮。尤其是它这个龙面这一块的设计，龙是从右你看到左设计的，与当时被称为繁龙。别的大清宣山龙面全部都是从左到右，设计正好相反，所以当时清政府直接给 pass 掉了，所以也就简单的铸造了几枚样币。目前来说全世界范围内它这个存世量也是个位数，所以繁龙是大清宣山里边的一个大名玉品。也是我刚才说了，你有钱不一定能够买得到，你这5年了没买掉，我看这一定是你给别人漫天要价了。我绝对没有漫天要价，5万块钱买的，说实话，我就想卖50万，4倍的利润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要价50万确实要求不高，一般裸币不入皮盒没人敢要，况且你这块币我咋看咋不舒服。你看它这个包浆怪怪的，看着像五彩，又谈不上这个一眼开门。这样的包浆十有8、9都是做上去的，只能说明它这个时间不够长。壁面整体压力没有那个样币的压力感。样币的模具是属于那种全新未磨损，基本上铸造量很少，压力十足。说实话，应该是浑然天成的。你看这上去明显没有压力感。你再看这个边齿一个字软绵绵的，齿边整体保持一致。这样的银元只能说明是新铸的，除了这个材质是银的之外，我也看不到它能值5万。说实话，我拿给很多人看了，你们说话就像商量好的一样，有人最多出500块钱，这难道真的是我看大眼了吗？第一，我不知道你都是找谁看，我们确定也没商量过，东西确实是有问题。你想想过去的东西，它即使没有流通过，在任何人手里边，它放几十年，它应该是有包浆的。你这应该是看走眼了，说值500，实话实说也是多给了。现在顶多也就是一个银价，银价的话20多颗银子也就100多块钱吧。照你这样说，我赔了4万9500块钱，这都是俺妹妹借我钱惹的祸。她当初要不借我钱，我也没弄成今天这个样子。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恁妹借给你钱完全是看在你是她亲姐的份上，对吧？况且她还不知道你是买假货去了。你看大眼，你不碍妹妹啥事儿？说实话，主要还是你对这个银元完全不懂。你想这5万能捡个几十、几百万的漏，现实里边发财哪有那容易闹成今天的这个样子，只能说明你粗心大意，以后千万别犯这样的错了。
都怪俺妹，不是他呗，我也没上当受骗。前些天的时候，来了一位大客户，径直抱来了28根银砖，每根15公斤重，全部算下来就是42万克重。他说最近准备在深圳买房，今天来的目的非常简单，就是把这些银砖换成1公斤重的金砖，一是携带方便，二是看我店里没生意，特意来照顾一下我的生意。最后一算账190多万，折换之后无钱可赚，也就果断放弃了。这位大客户抱来了28根银砖，说准备在深圳买房，特意来找我们兑换金砖。大家都知道，最近一段时间黄金价格一直在上涨，而银子的价格也一路飘红。这28根银砖我折算了一下190多万。他说自己准备在深圳买房，要把这些银砖换成金砖，方便携带，所以就直接来我们店里了。最近我发了一些类似银砖的图片，很多朋友都质疑这究竟是不是银砖，给大家来科普一下，这是15公斤重的银砖。这些银砖呢，都是工业用银，它的主要用途就是附近的一些银饰工厂用来制作纯银饰品了。而这些银砖也可以制成10克、50克、100克的小银砖，也是市场上的主要用料之一。有些朋友甚至还说，这些银砖是所谓的美砖、新砖、铝砖。其实这些都是一些没有见过的朋友的玩笑话。这些银砖，它们每一块都有标号日期，还有它的特殊的一个身份证号，在哪里生产的，是什么品牌，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在网上都可以查询到。鉴于银子的比重在那放着，不会有人去造假。当然这位大客户，他的银砖总共是42万克，折合人民币差不多是190多万。他说可以兑换6根1000克的金砖，其实按正儿八经的算是能折合5938克的黄金，但是中间有一定的手续费，他又说嫌手续费太贵，结果也没有谈成生意，我们是不欢而散。他把这28块银砖搬走。最后给大家说一下我们银砖换金砖的事情。首先有手续费，然后呢有工人的一些搬运费，再加上一些提点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做生意肯定是要赚钱的，中间也会产生一些利润。当然这位大客户嫌弃我们挣的太多，其实一般就像这190多万的东西，我们可能也就能挣个2000块钱，2000块钱不让挣，那也没办法了。大家觉得挣得多吗？我这一次捡了一个大漏啊，把5000块钱买了一堆古钱币。我今年我不挣钱我都难，跟你说。我看你这都是清一色的小铜钱，这基本上都是送钱。你说你这能挣啥钱？你不知道啊？上咱朋友搬家，我买5个都花了1000多嘞。我看和这个一模一样。大小可能和这些一样，但是年份应该是有很大区别。你看你这些基本上全是送钱，通过了上面的滤旧啊。这可以看出来，这些铜钱啊，真假是没啥问题，因为这个送钱在过去发行量比较大，你花5000块钱买那么多，这哪有漏啊？这东西买的谁了呀？买了我家邻居嘞。啊，他上次不是拆房子了吗？在墙缝里砸出来了。当时啊，他只要3000块钱，我怕他反悔不卖给我，我二话不说，直接给他说5000块钱。人家要3000，你却给5000，你还怕别人不卖给你？看来你出手恁大方。这准定知道这里边能挣钱啊！其实我也不懂，我就是看我朋友发1000多买了5个，我感觉啊这么多肯定超过5000块钱了。买这些东西你都不懂，你就敢下手，可见你是一个爱冒险的人。你买东西啊犯了2个忌讳：第一，别人给你要3000，你转手给5000，可见你啊不适合干生意；第二，你买东西没有做这个市场调研。只是看恁朋友买了5个花1000多，却没有实质性的对比吧？我是这样认为的。我朋友5个既然能买1000多是吧？我这大概有1000多个啊，对，都穿200串吧。一串卖500块钱，应该有人买吧？卖完不就能赚10来万吗？偷偷的20倍的利润啊！你这算数算的挺好，就你这种送钱，一个能卖500，你这不是开玩笑了吗？白日梦都会做，关键是得有人买。哎，简单，找500个朋友那样的人，卖给他们不就可齐了吗？还是那句话，这个世界上永远不缺想象，缺少的是实际行动。你说找500个像恁朋友那样的人，你得让别人愿意花500块钱买你的东西。你说的是轻巧，恁朋友花1000多那是买了5帝钱，那是轻钱，大小和这差不多，但是品相各方面区别还是很大的。
你说的对，就是那种穿好的五帝钱，下面还带个如意结。对，我看着的东西都是一样的。你说这些古钱币能有啥区别？那区别大了去了，能花1000多买五帝钱，别的不说，从尺寸方面来说，恁朋友那个大小要比你这个至少要大2-3毫米。2-3毫米而已，我以为大多嘞，大了2-3毫米而已。你说能贵多吧？其实完全也不是大小问题那么简单。首先啊，我们玩这个古钱币，无论是哪个币种，首先得看它这个存世量。宋钱和清钱从数量上来对比说啊，它们都不是一个量级。宋钱发行的时间长，量大，在历朝历代啊，只要不破损，在过去一直都在用。而清钱发行量少，尤其是从顺治到嘉庆这期间发行量不大。所以也就造成了从品相上来看，宋钱因为使用年限长，字口磨损比较大，很多字体都存在看不清楚，尤其是它这个穿孔啊，你看都存在裂开花，反正是整体品相都不太好。你这些东西你拿回来了，你现在在这个自然光下，你自己可以看一下，品相好歹，你自己应该能看出来啊。我看着不错啊，这一个看着很舒服啊。如果都烂的话，我肯定不会花那么去买啊！我又不是傻子。我知道你不傻，我的意思是让你来对比一下。正好我这里有一个清钱，来咱做一下对比。没有对比，说实话，它就没有伤害。你也别说什么对比了，我对这些只关心它的价格。你看看一个能给我多少钱吧？能赚点我都给你了。关心价格是对的，对吧？你的这些东西，首先不能讲能挣多少钱，少赔点，说实话已经很不错了。你通过对比，你发现没有，清钱无论是从大小、材质、字口、品相各方面，都比宋钱看着舒服。就他们俩做一个比较，一个顺治能卖100，而你这个宋钱最多2块钱。啥？2块钱一个吗？对，你这不是给我闹着玩的吧？难道我这1000多个才知道2000多块钱？对，大概也就这个样子。那邻居刚开始跟你要3000，应该也就是一个市场价，而你多给人家2000，纯粹就是不懂。我感觉你说的不对。按道理说我不应该赔钱的，我再找其他人看看吧。那行，那你再转转看看，多对比对比，多比较比较。好，啥东西拿出来看看。给，这是一袋子好东西。一袋子好东西。你看看。俺组长是手艺人。组长是手艺人。对。银匠。对。然后这是你看银的、金的，还有铜的。还有金的。还有金的、银的，你看，你给我瞅瞅。哪个是金的？拿出来我看看。有金的，咱能看金的。放时间长了都。放了时间都放黑了。都。这是金的。还断了。这是银的。这都是银的。对。这个是金的。是的。那组长是啥？银匠。银匠。我咋感觉那组长是铁匠呢？啥铁匠啊？你看。你给我说的这不是黄金啊！打银给人家打桌子打啥？打一辈子了。这不是黄金啊！这不是黄金，你再仔细看看。我这看过了，给你。这嘞？这吧，这不是银的这。这放时间长了，那银放时间长了不都发黑吗？这都是现代的工艺啊！现代的工艺，这都是现代做的，可不是过去做的。这给俺爷那箱子里面，你看放的。天儿当宝贝一样，跟那放着我想着这俺爷现在也不在了，那箱子里面都一收拾出来了，一袋子热。你想着不是值钱吗？你想说现在银子也涨价了然后还是过去的老东西还是过去老东西，不是叫你看看吗？这个东西我看着不像银的，你知道吧？你给我看仔细点。我给你看完了，给你全部都鉴定了。这都是啥来着？这都是看着像锡的、白铜的。应该是这些东西，这鉴定已经鉴定过了。这没有一点银的特点，没有一点金的特点吗？那没有，这不像银的，也不像金的，也不像银的，反正就是看着像铁。那你的意思这是以前就是打这匠那匠，就是打的桌子的模具吗？那我这说不了，反正看着不像真的。还弄那些，弄一袋子，家里还有吗？家里面没有了，我看都这一袋子跟那箱子里装着。那这都是假的。你还拿回去吧，还放好。一个真的也没有啊？那我看着不像真的，都是咋说呀？反正都是现在的工艺品，反正几十块钱一对儿，几十块钱一对儿。对。我还想着这翻爷的箱底子里发财了，你看这能干？那你发个小财可以，发不了大财，你也抱着拿回去。走，我抱着我再叫谁再去瞅瞅去。
我就这一低头，准备擦鞋上的土，就看到了这个戒指，还以为是一个啥呢，上面还带一个小石头，看着还怪支棱呢。来帮我看看能值多少钱？一位60多岁的老大爷边说边递给我，我在计算器上打出回收价。老大爷看后有点小开心，说给这点钱够买几双新鞋了。今天上午的时候，一位60多岁的老大爷站在店门口，看上去像是有事的样子，离多远就向我摆手说出来看看，还特意让我拉进隔壁小胡同里，很神秘的拿出一个金戒指递给我，说来帮我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。我接过老大爷递来的这个戒指，看上去上面带了好几颗石头，中间是一颗绿色的宝石，活口的黄金戒指，最下面还带了一个皮套，里面看上去黑乎乎的，有点脏，戒指圈口已经很明显的变形了，看上去应该是掉地上很长时间了，经过一段时间的风刮日晒，才会变成现在这样的模样。拿着这个戒指，我听老大爷说着话。老大爷说这个和自己有缘，前几天鞋上有点脏，自己也就是蹲那里敲打鞋上的灰尘，一个不注意发现鞋子旁边竟然一个戒指，捡起来一看，虽说有点脏，但是重量还是有的，托在手里沉甸甸的，颜色看着发黄，自己不确定是不是黄金，所以就给我们拿了过来。说实话，我说如果这样的戒指是黄铜的，掉地上一段时间就变成黑色的了，而你拿来的这个已经还是黄闪闪的，大概可能也就是2克左右的黄金。我直接在计算器上打出730的数额。男子看后有点小激动，说这些钱已经很不错了，可以买10几双布鞋了。说是这个说法，可是我也微笑着说卖了可惜了，上面还带一颗石头，清洗一下还是可以佩戴的。老大爷也是看得开的人，说自己也不在乎这几个钱，意思就是卖了钱没有用，不如自己拿回家放着，好歹也是一个物件。说完就拿着戒指走了。其实大千世界真的是无奇不有，有些人低头拍拍脚上的尘土就能捡到金戒指，而掉戒指的人往往是那些带活口的马大哈。但是也不能全怪他们，有些老年人手指变形了，稍不注意也会滑落掉，就像老大爷捡的这个戒指肯定是不小心甩掉的，希望戴活扣戒指的朋友仅以此为戒吧。大家觉得呢？来啊，你拿最上面这一块。咦，你这银元还不少了，只让我拿一块，这是啥情况？每个月1号我就准时卖1块银元。哦，家里边总共就存下来这500块银元，我算好了都。够我这40年花的衣食无忧。你这账算的没毛病，一个月拿出来1块，确实够你吃喝40年。你看别人说，你这个银元还真不错，全身大老黑的包浆，龙鳞字口各方面还都挺好。这是一块短位，这家里边一下子能传几百块银元，这看来恁家在过去是大地主啊。还真被你猜着了啊！我在俺家这属于4代单传了。哦，以前家里都是特别有钱，到我爸这一代没着了，家里没钱了。哦，也不怕你笑啊！我到现在连媳妇都没娶呢。哎呀，我看你这年龄估计得有40多了吧？有，今年47了。47还没娶媳妇儿，肯定是你挑剔的还很。你说恁家里边没钱，恁家都传500多块银元了，你还谦虚啥呀？按理说你这个年龄的话，当时下彩礼应该很便宜啊，大概也就几千块钱的样子吧。那时候差不多也就2、3千块钱吧。哦，关键是当时我家里没钱，一有一就被给耽搁了。那是了。那时候我主要是还不想结婚，你知道吧？哦，当时初中没上完，我就买个电脑，在家玩游戏了。我看你这年龄啊，说实话，你这典型的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。几千块钱的彩礼你都嫌贵，怪不得你娶不到媳妇儿，这是有原因的。再说你当时初中毕业在家头玩游戏，你这是自我堕落的第一步。说1000道1万，你就不应该在家里边玩游戏，出去学个手艺，说实话也不至于现在没结婚啊。玩游戏不挺好的吗？不结婚省得出去打工了。哦，我现在就是一个月卖1块银元，那够我的日常开销了。那是把这500块银元卖完了，够我7岁之前花钱，这是没啥问题嘞。你这规划的确实挺好的，卖500块银元，靠他们玩上个40年。关键是40年之后咋办？你不是说恁家4代单传吗？你这不结婚的话，那就相当于无后啊。这银元他也有卖完了一天啊。
你这不属于皇帝不急太监急了。我现在什么手艺也不会，过一天算一天嘛。大不了银元卖完了，我这以后再出去找工作呗。哎呀，你看我这银元值不值2000吧？你看看。年龄越大，工作是越不好找。听人劝，吃饱饭。我还是给你看看银元吧。你这是34年的北洋短尾龙，2000块钱在市面上肯定买不到这种品相好的。即使那种带戳带伤的，怎么着也得2000大几。这种北洋龙说实话比较常见，一般我们见到的都是长尾，而你这个是短尾，所以在板上和普通的北洋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。关键是它的品相，就像我们常见的都是那种有流通痕迹的，而你这个相当于是未流通状态的，龙鳞、字口这都属于全身的，所以品相非常好。再加上你这个包浆也比较特别，全身属于很少见的这种大老黑，在这个银元里边也算是锦上添花吧，让人爱不释手。短尾也有很多版，细看你这个，还说实话还真是纯实量的短尾途金。就目前你这个状态而言的话，至少能给你开到5个2000块钱。1万吗？对呀，乖嘞。说实话，老板你给的这个价钱真好。别人只给我2000，没想到你给的价钱这么实在。太令我开心，太激动了。说实话，你这个状态还是真不错，给你2000那都是给你胡蒙的价钱。短尾本身就少，现在都是看品相，一比一价报价了。如果你真拿出来一个差评，说实话，那肯定是差评的价钱。那这都给你吧。这一下子够我花几个月了。那是够花几个月还不是关键，主要是你还得听劝，少玩点游戏，趁现在年轻有钱，学个手艺上个班更有希望。那你就别管那么多了，我啥都懂。那好吧。你好，过来了呗？哎，老板，我有2块银元，我卖给你。好嘞，我给你看看啊。一块银号，一块大青。你这2块银元在哪弄的呀？这个可小的，这个是俺婆婆给我的，然后这个大的，这个比较值钱的，是我跟俺一个可好的朋友那买的。我明白了，这个小银号算是恁婆婆送给你的。对。这一看这都不值钱。不值钱？你咋知道不值钱？你看那小的，然后搁手上摸着，还没有一个小戒指重的，它能值啥钱？我怎么着值个100-200块钱，顶多了吧？那我跟你说一下，这个是江南的5纪年，因为老江南
总共有8个有纪年，1个无纪年。当时说白了，这个老龙啊，就像这无纪年的老龙，他当时就发行了2-3个月吧，当时那个江南省他就没了，所以说就没来得及发行，江南省就没有了。后来在这个老江南的这个模具下做了戊戌，戊戌本身发行量就少，你这个是一角嘞，这是属于老江南老龙一角，这个存世量比较少。来看这个是那朋友500块钱卖给你了是吧？对。这个是大清，这个是宣统3年做的，他们咋说哎？这个是一大一小，就像这种银元的话，确实这是1块的，在当时这是1块。明白吧？那这个是那要好的朋友送的。对，俺这个朋友给我关系可好了，平常我要有啥不开心的啥事儿，我跟朋友讲，他都是那种都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那种，是吧？对，都是给我传递正能量，都是劝我，可好了。啊，500块钱他卖给你了，对，让你捡个漏。对，你这500块钱不是给捡来了吗？那是你这说实话，如果是真的，这500块钱确实给捡漏差不多。对，关键是啊，你这个1块的这个大清是假的，你看做工非常粗糙，对，包浆这一眼假，边齿各个方面全是假的，就像这种银元，连银子都不是。你这500块钱，说实话打水漂了，反而不可能。我一个一个跟你说完吧。反而你这个无纪年的这个一角，我跟你说，当时发行量啊，少之又少，少到哪种程度呢？当时可能总共发行的也就最多1万个，明白吗？对，我们说实话做这了做30多年了，第一次遇到，而且你这个特别好，你看这个包浆。特别自然，特别温润，尤其是它这个龙鳞，因为这个东西啊，主要是看龙鳞的。你看这个包浆特别漂亮，说实话，你这个现在如果让我们回收的话，我估计最低得2万起步，也可以这样告诉你。这是恁婆婆送的，对吧？对，俺婆婆送我了。对，2万起步。那这是原来都值钱吗？那这现在太少见了，物以稀为贵啊。老板，这个银元是都现在才值钱的，还是原来都值钱？原来说实话，就像这种小银号，原来也可以。当然了，现在是越来越少。我们30多年了，第一次遇到这种，肯定是，很值钱了。那我都说，要是原来都值钱，俺婆婆不可能舍得给我了。她肯定她也不知道值钱。那要是能值钱，她都不会给我了。俺婆婆你都不知道，那真是铁打的公鸡，1毛不拔。铁打公鸡1毛不拔。对，那是抠了很。平常我跟俺老公有点啥矛盾，从来都是吵我的，根本都不护着我，啥东西都是向着他儿。那你现在不是知道了吗？对不对？我现在知道，那是关键是他现在是因为值钱了。那原来他给我的时候那不值钱。看来你等于说是戏台上打架，你现在还不知道真假。我跟你说，俺家的事你不知道太复杂。这个你确定是假的吗？对，这个确定是假的。我跟你说，我根本都不相信你。俺这个朋友，你知道，俺俩关系多好，俺俩都管穿一条裤子的人。给你说那清楚了，你还不相信？你还嫌弃那婆子？我跟你说，是吧？这个东西啊，哑巴吃饺子，心里有数。我跟你讲。那你这样说的话，茄子炒糊啊，我都给你不分青红皂白了。俺朋友对我啥样，我跟你说，我心里有数。我觉得他真是个假的。俺朋友他也不知道那是假的。好吧。既然你这样说，我也不说其他了。我觉得这个谁对你付出真心，谁究竟在敷衍你，孰轻孰重，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了。所谓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基本上就这样了。这样吧，你这2块银元还拿着吧，好吧？好，中。我今年过70大寿。这是俺3双媳妇一人送了我一个礼物。我叫你帮我看看到底哪一个好。哎呀，你这老太太还真是有福啊！这3双儿媳妇送给你这个礼物啊，都很有纪念意义。东西无论好坏啊，都是孩子们的一片孝心，真没必要去比较哪个好哪个不好。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，这个知足者常乐嘛，何必在乎哪个好，去自寻烦恼嘞？我也是，不打完卖。我都是叫你给我看看到底哪一个值钱。你这是揣着糊涂装明白啊！钱财乃身外之物，孩子们有这样一份孝心就行了。你这不卖，何必在意他们的价格嘞？再说这3样东西，战刃银元、1公斤的银砖，还有一个这个金币，这3个分别材质不同，区别还是有的。很明显啊，没有可比性啊。你都是不说，我也知道哪一个便宜哪个贵。我最看不起的都是这个小家伙，血不溜秋的，还难看，还不好看。说实话的，怎么着都是他不值钱。
这个哪个便宜哪个贵啊？以你这种眼光去看他们，这结果还真有大偏差。我给你来解释一下，这块是五彩包浆的战刃银元，因为它外边有一层黑不溜秋的包浆，才能多卖一个好价钱。银元这个东西啊，你可不要看它个头小，它的价值啊可不是按银子重量来算的。这个战刃银元是英国最早进入我国的贸易银元，它的发行量堪比袁大头，做工你看很精美，是否值钱得看它的年份和版 ，C 版和这个稀少的年份决定它的身价，而你这个是普通的年份，贵就贵在它这个包浆上面。像这种老五彩包浆啊，轻轻松松卖个2000多没啥问题。这个俺都叫我猜着了吧？写不溜秋的，我怎么着都它不值钱啊！还是俺大儿媳妇对我好，给我买个金币。无论多少钱吧，说实话，这也是他们的一份心意。像这种老五彩的银元啊，比较难于越放啊，将来潜力还是比较有的。说到你这个金币的话，说实话你也不要太认真啊，这表面看上去确实是黄澄澄的，给人一种金币的错觉。你看一下，这个其实是上海孙中山故居管理处发放了一个赠品。你想一想，赠品就是人手一份只要你去到那个地方，他都有可能会送给你。做工确实也挺精致的，也算是一个纪念牌吧。这个如果要是黄金呢，说实话这得有几斤重啊，按现在的金价估价得有几十万，这好歹啊也算是一个纪念品，你就全当它是黄金呢，放到家里边留着玩吧。咋还都是全当它是黄金的？那黄金都是黄金黄金到啥时候都是黄金啊！这个黄金呢，它没有几十万，我还真不卖了。哎呀，这个具体价格咱就不过多的讨论了。你记住一句话啊，黄金它永远不会氧化褪色，你再放一段时间，最主要是看这些地方。如果说褪色或者变成其他颜色了，到时候你找路边的那个金店的师傅帮你看一看。你要说啊，你这3个里边最贵的其实就是这个1公斤的这个银砖了。这种银砖啊，它的价格是最直观的，你就打开网站去直接看当天的银价就可以了，因为这个银价非常透明。今天的价格是5.2块，你这1公斤的银砖它就是5200左右，买卖可能会有一些差价，也就是买的时候贵一些，卖的时候便宜一些。我看你估价也不靠谱。你贵的你说便宜，便宜的你说贵。我也不能完全听你的。大姨，你不卖我也不买，我帮你估价也是纯粹是按照当前的市场价来说的。就拿你这个银元来说吧，你这是一块战刃银元，2000多，没啥问题。如果是一块军华币啊，价格好几万都有可能，因为你对他们的行情不懂啊。现在你也不准备出手，当你准备出手的时候，可以适当的去了解一下他们的行情，对比一下，到时候你啥都懂了。你这3个耳机味都不错，东西无论值多少钱吧，好歹也是一个纪念品，放进来就行了。好，我还放着，我还不卖。好。我有一个上海的男友，就送我一块古董银元。我上网一查询，竟然能卖100多万，看来上海人的特产真值钱啊！你这个是大名鼎鼎的上海1两银元，100多万现在买不来这个品相了吧？上海1两咋变成上海的特产了？我男友祖上是上海人，这银元是在上海生下来，所以是他那边特产啊。这个上海1两说到底还真不是上海那边生产的，你这个也太新了吧？这笔面完全是未流通的品相，而且还带换彩。这如果是真的话，100万后边再多加一个0，这种样币比较少见，他怎么舍得送给你这个？因为他爱我呗。我们这里都是18万8的彩礼，他送给我一块银元，相当于下彩礼了。拿银元当彩礼我确实见过，通常都是等价交换。你比如说18万8的彩礼，大概也就是买20万以内的银元。我这个比较特别，含银量是98.2%，比一般银元银子纯。你看上面写的有。我看到了，这个982其实它并不代表是它的含银量。这个银元你见过谁发行的银元有那么高的含银量呢？因为银元啊，它是流通货币，很容易产生摩擦，含银量越高，它的字体壁面越容易磨损，所以过去银元都是9银1铜，不易磨损，而不是说你这个银子纯，银子本身就便宜，这块银元贵就贵在它这个稀少上。我发现你就是爱抬杠。我对象说了，这是他祖上之前在上海造币厂上班的，专门传下来的，这难道还有假吗？说实话，上海在过去没什么造币厂。为什么说这个银元不是在上海生产的？你应该多少还懂点英文哈。你看上面写的有 Hong
红空就是香港的英文字母，所以这个银元啊是出自1867年香港造币厂的洋币。那你这么说的话，在过去就没有英文，人家都说这银元上带英文都是假币。1867年那时候属于清朝，外国人和我们做生意用的就是银元，而我们国内啊用的是银锭，也就是银元宝。当时英国港督啊为了取代英洋而设计的这款银元。那时候我们国内啊还是以两为单位，你看上面写了556，看到了吧？556格令其实就是朝廷1两的重量。你细看它的设计啊，正面它是一条盘龙，背面是嘉德勋章。上海这2个字啊，当时代表了不是现在上海城市，而是朝廷1两的单位。但事与愿违啊，这款银元设计之后，并没有得到当时北京的认可，所以现存世啊只有少量的几枚洋币而已，所以价格就贵了。更不是你说的，那时候没英文，带英文的都是假币，这都是不懂的人说的。但凡我们见过银元的，都是外国人给我们设计的。那真的像你说的这样，那我这一块银元可宝贵了。世界上存世量就那么几个，这可不是用钱衡量的了。你说的很对，物以稀为贵，但是你这个银元实在是太新了，这笔面连一点差丝都没有，尤其是它这个包浆，一般像这种环彩啊，太漂亮了，为流通加上环彩，简直就是无可挑剔。品相好了不好吗？这不是能多卖钱吗？你说实话吧，这能给我多少钱？我个人看，我还真给不了你价钱。不过看着你这笔面银色啊，倒是用真银子做出来的，你再拿回去当个小玩意儿玩玩吧。我是个女的，我拿着它玩不合适，能换钱最好。我个人看的话，30多颗银子吧，200多块钱的样子吧，这个价格可能估的不一定准，具体多少钱你还得问问那男友他多少钱买来。这咋管是买来的？这好歹是他家祖上传下来的呀，抵18万8的彩礼了呀。所以我建议你回去问问那男友，这个交朋友啊，一定要擦亮眼睛，别被眼前的这个假象迷惑了。好歹对吧？它代表18万8来，别稀里糊涂的被忽悠了。你少忽悠吧，少忽悠我吧，我还是再找其他人看看去。对，多转转，多问问吧。老板，你看我这2个金币，放时间长了都有点褪色了，我想叫他卖了买套房。你这俩是金饼和银元，这个元了呀，你看这是1两的金饼，这很明显个头啊，这有点大了。这另外一块这个是72翻版银元，这颜色看着有点怪怪的，一半镀金一半漏银。你这俩确实如你所说，褪色了。你想用它俩买房子啊？我想用它俩买一套房子，我嫌有点亏。这来好也是俺家的传家宝啊。说实话，大姨，你这俩传家宝有点另类，你不认识了是吧？还以为是黄金嘞。那过去的黄金肯定值钱了。但是在我们眼里，你想用他们俩去换房子，我想这有点难。你想想，咱们这里边的房子均价划到5000了吧？一套房咋着也得50-60万吧？50-60万我嫌少。咋着也得卖个70-80万呢。我买套房子不带装修吗？那对，说的很对，带装修。我还有一个30多岁的一个儿子没有结婚的。我跟你说实话了吧？这是俺30多岁的那个儿子出生的时候。我掏了钱买了人家的传家宝，花我1年的工资。花多少钱？200块钱。30年前花200块钱买别人的传家宝大姨，当时你确实有魄力。基本上买这种高端的金币啊，大家都是拿时间去换金钱。一般像这种精致的东西，放的时间越长，惊喜也就越大。但是啊，你这俩都褪色了。先说这个金饼吧，你看这么大个的金饼，你看它标注了，上面写的是1两啊，这个封锡金哈，这个应该是民国那时候的。民国采用的是晚清的计量，1两在当时也就是37克左右。我给你上称来称一下它的重量，51.93，多出来10几克的重量。就凭这个重量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：东西不对。你看这么大，这么厚。说实话，黄金的重量最低得达到3两。还有，就像你刚才说的褪色了，真正的黄金哪有褪色之说？大姨，你这个金饼啊，买假了。
不可能，门道哪有金子哪有假的，都没有假货门道。哦，还是人家的传家宝啊！这是人家白卖着我的人家的传家宝卖着我。你不相信我说的话啊？那我不相信。不相信我说的话也无所谓，30年前没有假货也无所谓。也不是说在那家放了30年它都是真的，事实胜于雄辩。还有另外一块，这个72翻龙，72翻龙有没有金币我不知道，但是看你这个样子，黄不黄黑不黑的挺搞笑。72翻龙啊，它是广东龙阳里边的石柱币，这块币啊它不是黄金的，但是我知道它比黄金还值钱，就因为当时排版的时候出现了库平72分广东省造这几个字放到了正面的这一圈英文放到了后面，所以说这个版啊在当时只是试铸了而没有发行，拍卖会上就像这样的币都是大几百万的价格。再看你这个一面镀金一面镂银，我仔细看看，说实话这做工很差，来听一下它的声音啊，这连银子都不是，连银子都不是，哎，这个也是假的。照您这个意思说，到底这是啥东西？到底值多少钱？你能给我多少钱？这个假的东西我们不回收，因为没有人玩这种假币。说实话，大爷，你这报的时间应该是有问题。一般像这种材质啊，在任何地方你放30年，它都会氧化的很厉害。而你这俩东西啊，我这一看，这都是最近这1-2年的。你不回收，你不回收呗？你管它多长时间呢？你不卖，我也不卖给你呢。我说不定我再找个其他人看看，我卖几十万嘞。那既然这样，我就大意大卖吧，卖的钱越多越好。老板，看我这一块银元值不值1000块钱？如果是不值的话，我估计我就出师不利，省钱死。是这一块短尾北洋龙。哎呀，你看你说的，诗词都给拽上了，这银元在哪弄呢？我这是第一次下乡去收货。我都不敢乱收。然后突然有一个老太太，年龄特别大了，我拿了一块银元，出来，他给我要钱，他问我管值多少钱，我也不敢给他出价。这等于说是下乡收货收的，对，也不敢给他出价，这说明你不懂啊。我咋不懂我知道大头一个现在不都好几百的吗？大头几百你收不来，那小头几百块，大头都上千了。我收东西你不能说能那样是吧？那是。我这看地上有个龙，北洋龙是吧？对。北洋龙我就给他1000块钱。1000块钱我不是害怕是不值那些钱了，我赶快叫恁这专家来看看吧。我明白了，你是下乡收货，还没出师，学艺不精，收了一块北洋。是的，新手。我跟你这样说吧，就这个北洋龙来说，如果说是长尾的话啊，你1000块钱收也能赚。如果说上面带戳带壳，1000块钱都是白捡，明白不明白？你这个1000块钱非常值。首先来看你这块银元哈，你这个是北洋短尾，你看这个北洋龙啊，分为长尾和短尾，你看它这个尾巴稍微较短一点，这叫短尾。短尾这个地方短韵，短尾一般都是短韵。而且你这块银元，你知道贵在哪不知道？贵在哪？它是一个原生态、原包浆，而且还带光。你仔细看一看，这个东西是一眼开门，你看，而且带光。一般像这种带光的银元，再带点包浆，可遇不可求。几万块里边还不一定有一块的。那你说我捡着宝了？你确实捡着大漏了。来看这些字口，首先啊，咱们玩北洋龙，最主要的就是看它的字口，全字口。全出圈，而且北洋龙主要是看龙鳞，你这个龙鳞啊接近未流通，就这块银元，说实话，我感觉啊，就是从它出厂一直到现在，10个人摸都没有。那得值多少钱？得值多少钱？就像这样的未流通的，我可以很自信的告诉你，这都得5位数，1万以上。对，5位数。没有5位数，你现在买不来。我的天哪，我这可是赚大了，就是我捡着大漏了，捡着惊天大漏。再来看你这个，而且还是个涂金版，你看这个前字这个地方按着少一横，这一横这都称为涂金版。涂金版在北洋短尾里边
也算是一个最少的班。你这是属于班中班，原装未流通短尾，再加一个途金，全自口全龙鳞，未流通。说实话，我这现在上手就感觉到有点糟蹋你这块币。那你别上手了啊！你别上手了，你也给我吧。对呀，我这肯定得给你。我的意思啥意思吧？你最好啊找个盒子，你不要再用手随便摸了。我们等一会儿，我给你鉴定完之后，我送你一个盒子，保护盒。好，你给我找个盒子装起来。哎，对，你这不是今天第一次去收了吗？对呀，第一次。1000块钱捡大漏，你第一次下乡，已经战绩已经很不错了。实话实说，就像我们这收银员收几十年了，像遇到这种货很少，哎，也算大海捞针嘛。别提了，老板，我特别开心啊，特别开心。别激动，别开心，反正这个啥也算是出师有力吧。啊，我感觉啊，以后你还是最好是学一下基础知识。你这连真的假的你都分不清楚，对不对？慢慢你出去万一收个假的，那你不亏了吗？我得学，好好学，好好学。好，你给我找个盒子啊，我给你拿盒。好。俺哥借我5万块钱借3年了啊，1分利息都没给我，都给我这沙银元，叫我气的好几天没睡着觉。睡不着觉，你先别生气，这借钱能把钱还给你，这不是又多给你沙银元？这按理说你应该开心才对啊，咋还睡不着觉嘞？现在别人借钱是不是都来付利息？那对呀。更何况我整整借给他3年了。啊，那是你给别人借钱的话，确实得付利息。5万块钱的话，3年也得给个几千块钱的好处费。关键是这借钱的不是能清格吗？何况他又给你沙银元，不是搁这盯着了吗？亲兄弟明算账的，一码归一码。提起这沙银元我都生气。银元不值钱啊，银元不值钱，我听明白了，你是一个有原则性的人，认为能哥给你这沙银元，还不如给几千块钱的利息，是这意思吧？是的呀，银元才值几百文，以前人家有，孩子小时候我都给他加工做手镯了，还倒贴钱嘞。哎呀，你这个倒贴钱用的比较有意思。过去人确实是不懂银元，很多人都拿着这银元给孩子加工银手镯，倒贴钱就是给师傅的那个加工费。那时候银元确实是不值钱，可能也都是几十颗银子的事吧。何止那时候不值钱，到现在也不值钱。银子稀烂，便宜几块钱一颗。现在银子确实是不值钱，但是银元它这个存世量是越来越少，可不是几十颗银子那么简单了。我想问问你，你感觉这仨银元现在能值多少钱？这一个不都100毛，3个也都300块钱，我都7折嘞，给我300块钱给打我脸上。哎呀，你对那哥真是误会了，他完全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，因为你对银元这个行情啊不懂，不知道他们是吧？现在能值多少钱？我还是那句话，值多至少我都生气，要给你都多给点呗，几百块钱算啥呀？好嘞，亲兄弟明算账，你也别一脸的不高兴。这3块银元啊，一眼开门，确实是过去的这个老银元，每一块啊都是26克多的银子，它这个含银量说白了还不是100%，只有90%的银子。如果说按银子算的话，100块钱一个确实了不得了。但是你这3块银元，我感觉仔细看了，它这个品相好啊，
百十年前的东西，你看你放到现在啊，你看你保存的多好。壁面说白了，除了有这个少许的这个包浆之外，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流通痕迹。你细看的话，撒这没什么斑，但是现在银元分版分的比较细。你说白了，有时候一块带斑的，哎，能错几百块，那都很正常。带斑还错几百毛？对呀，一块银元才值多少钱？你也别着急，你看我这话都没说完。还是那句话，银元能值多少钱啊？现在完全是看状态。像说白了，像你这种啊，壁面无伤无戳、无磕无斑，现在市场价至少卖1200一个，完全没问题。你这3块的话，保底说白了都3600块钱了。3600？对啊。我感觉不止，几十颗银子卖3000多，你，哎，谁买？你感觉不值？你看你这话说的，刚才给你讲半天了，你又扯到这个银子上面来了，因为银元比较少，它是不可再生的东西。你这3个说白了，品相又那么好，喜欢玩银元的，说白了，他可不是说买20多颗银子回家，他是看他的品相，人家买回去就是收藏了，明白吗？他是长线投资，明白不明白？反正我是不喜欢这个，3600吧，话又说回来，俺哥这人真不赖啊，没想到他会给我留那值钱的东西，对啊，没想到他会值那么多钱。说到底啊，你还是对这个银元不懂，哎，思想观念啊，对银元的认知，还停留在以前那个时候。最主要你是对那哥产生了误解，那哥是确实是一番好意，哎，用你5万用了3年，确实给你力气了。你说的对，他给我送我这3银元，我还一脸不高兴啊！看在钱的面子上，我还原谅他。哎呀，误解解开就好了，都是亲兄妹，你别让这个身外之物啊困扰你们就行。哎，你这3银元我给你留下吧，哎，你回去给那哥打个电话，道个歉，好吧？好，说的对，好。也不知道谁那么傻，这好好的2块大黄金，你说谁往垃圾桶里扔？你还真别说。你这俩还真不是一般的黄金，你看它这个外观形状像马蹄，在我们行内称之为马蹄金，这该不会是你在垃圾桶里捡了吧？对，这是我婆婆妈在垃圾桶里捡的，捡的时候外面还有2个好看的包装盒，没想到这竟然发了意外之财。那如果是真黄金的话，确实是发一笔意外之财。现在黄金价格啊处于历史最高价，这2个个头估计得有2-3斤。你就是按金价卖得大几十万价值了，你更何况马蹄金是过去的古董，那如果是真的，这价格不可估量啊。具体能卖多少钱还不知道。我早几年称量过，2个不到400克。我都准备为这2个黄金离家出走嘞。因为这捡来的马蹄金离家出走，那确实是挺让人意外的。首先真假你也啥都看不懂，另外像这种马蹄金这么大个头的话，2个不到400克，这重量有点不对啊。我不管它重量对不对，我婆婆妈捡来这2个马蹄金就应该是我的，想给我妹妹分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听出来了哈，你这是一个人想霸占妹妹的那一份。如果这俩马蹄金是一个试金石的话，那你这想据为己有，这好像这么办的话，那你这个妹妹，你在她面前说不过去啊。我就告诉他们2个这东西是假的就行了，因为我娘家妈还有个弟弟，马上都要订婚了，彩礼得几十万，我得给他拿出来。这相当于是绕了一大圈儿，最终马蹄金卖了是为了帮娘家人。有一句话怎么说？伏地魔，我只在网上看到过，现实中确实没见过。我觉得你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这有啥过分嘞？我就一个弟弟，我不帮他，你说谁帮他？那是帮弟弟，这是太正常了。那兄弟姐妹之间帮忙很正常，这关键是看你怎么个帮法。这拿着婆家的东西，关键是你这个马蹄金都没有分配清楚，弄得与婆家人不愉快，一味的去帮恁弟弟，这与理不通，让人大跌眼镜啊！你也不用讽刺我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我的家务事你就别操心了，你就说能值多少钱嘛？那行吧，我给你简单的看一看，如果这俩马蹄金是真的，价值确实不可估量，因为马蹄金它不只是传统的黄金那么简单，传统的黄金你要多少，只要手里边有钱都可以买得到。细看你这个马蹄金，这上面你看打了都有钢印，虽然说看不清是啥字，但是它只要带字口，那它就是古董。但是你这2个颜色看着有点像黄金，唯一啊就是重量不达标。我们也别研究是哪个朝代的东西了啊，就单说这个材质啊，绝对不是黄金。
不是黄金是什么？人家今年又来表示收不起，所以我很无奈了，才找到你们搞收藏的。人家收不起，可能也是看出来材质有猫腻了。你细看一下，这马蹄金有这么大个，它不可能只有区200克一个。按黄金的密度来折算，怎么着也得有1斤多重啊。另外，从颜色上看上去啊，虽然说看起来很仿，但是表层啊还是有点泛红。泛红其实就是褪色了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过去的马蹄金也没有这么厚实，形状它更接近马蹄，边上显得很薄，大多数都是1斤重，重量不对，颜色不对，咋看啥都不对，可能你这结果啊，让你这个小算盘可能要落空了。不可能是假的，我弟弟还等着我给他筹备彩礼钱呢。这样吧，2个按400克算，你给我20万吧。你别说给你20万，200块钱恐怕也给不了你。弟弟的彩礼钱无论多少，你这个当姐了呀，都不要去给他承诺，因为人家里条件也不好。如果好的话，也不至于说你是单独对吧来霸占这俩马蹄金了。你仔细想想，如果这俩马蹄金是真的话，别人也不可能往垃圾桶里扔啊。反正这一番鉴定之后啊，这也不是真的。反正现在的艺术品嘛，分文不值。好了，我也不卖给你了。我看你这是想私吞我的马蹄金。没有，你别误会。哎呀，大娘，你这里边装的啥？你拿出来我看看呗。我放2块冤大头，跟你的不一样。我看你怪实在，我拿出来叫你看看。哎呀，还真别说，这2个带高帽的呀，它都是原生开。这2块和我们常见的那个冤大头区别很大，一块共和，一块飞龙。20年前我都跟你的比了，跟你的大不一样。那是的。20年前你给我出价钱出了一块给我5万，我嫌少，我明白。那是的，20年前的话，共和飞龙也都这个价格，一块可能也都1-2万块钱吧。因为这个银元啊，它是军阀币，那时候军阀币的价格很低。我看你这2块银元状态不错，那你现在想卖多少钱？我现在它1年涨1万嘛。这20年了。这不得40万块钱吗？大家说实话，一块25万，你就按照现在你这个品相来报价啊，一点都不贵。我看你这2块银元品相非常好。里面没有一丝的这个流通痕迹，可以说啊，就像是新做出来的一样。而且你这个褒奖还是还财褒奖，这种褒奖啊，在银元里边是最贵的。如果2块银元对的话，这50万块钱，说实话，太便宜了。你看你这老板那人家买件都说便宜了好你这嫌便宜，那你要是嫌便宜，你一块带给我加几万。哎，大家你别误会，我的意思是啥吧？因为按你刚才算了，20年前有人给你报5万，你现在要50万，这价格确实不高。因为这个银元啊，它现在这个能卖多少钱，完全是看它这个存世量和它这个品相。你这2块银元，说实话，它不是一个档次的。同样是袁世凯戴高帽，这个共和，说实话，它这个发行量是比较多的。这个飞龙呢，它这个做工更精致一点。他们俩同等级的话，这个分数一样的话，价格能错一半。我都好奇啊，你这俩银元搁哪弄的呀？20年前我给你换4块袁大头，给你换这2块。4块袁大头给你换2个这人家咋愿意了？你还不愿意不愿意。等到给他硬换了，这才换过来。人家还不乐意这就对了，大娘。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啊，你这2块银元可能是被骗了。我看这东西不对。你咋能会骗了我呀？这哪管骗着我了嘞？你的意思20年前没假东西？你咋管20年前哪有造假的嘞？哎呀，大家你先别激动啊！你别说20年前，说实话，这种造假从民国那时候都已经开始了。现在有很多这个老年人手里有很多这个银元都是民国那时候造的假，就是老假，因为他们都不认识，在手里边也是放了几十年，和你遇到的情况一样。我来告诉你假在哪吧，这俩银元是材质是银的，你听声音。可以听出来是银的没问题，但是这个假币做工有限啊！你看，就看它的边齿吧，你看多厚。以前做了这个边齿很一般，再加上它这个包浆很假，你就是再放20年，它还是假的。再放20年还是假的对。
耶，那你说这叫人家戳着我了？那这个肯定是被别人忽悠住了。那你别讲，弄那这是4块银元换的，他管值多钱嘞？你说？大娘，这种银元啊，它其实就是假币，就是真银假币。你这4块银元，如果当时不换的话，4块元大头好歹也得卖个4000多，没问题。这假币的话，也都是1个银子的价钱，几十颗银子，100-200块钱吧。100-200块钱。对。那我不能卖，我等着俺儿回来了再。那没事儿。一般像这种假币，我们是不回收了，因为它是属于现代造的假，它还不属于那个民国那时候造的假。如果说是民国造时候假，那就是属于私铸了，别说卖个几十万了，你最起码卖个几万没啥问题了，对吧？是的呀。等孩子回来吧，等孩子回来再说吧。我再放放。再放放。上个月的时候，有一个女子抱着一箱货来了。打开里面满满的全是金钞，说是自己12年前下班路上捡的，当时也没有太在意里面是什么，往储藏室一放就把这个事给忘了。还是最近孩子调皮，翻箱倒柜拿着玩才想起来，这些东西就给我拿来了。我这一看竟然全是2克的金钞。据这名女子回忆，这箱是12年前下班路上捡到的，当时因为是下夜班，自己实在是太累了，也没看里面是什么，往储藏室一放，第2天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。这一放就是12年。最近孩子调皮，翻箱倒柜才把这个东西找出来，女子才恍然想起，原来是12年前捡的。打开盒子，里面装的都是2克的金钞。我拿着2克的金钞仔细看了看，这些金钞都是用黄金做成的，非常的薄，但是它的含金量是4个9的，重量也达到了2克重。这种金钞就是用黄金材质做成的，像钞票一样的艺术品，外面套了一个亚克力包装，因为是黄金材质，所以放了12年之后依然没有氧化，看上去也特别的新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位女子12年前捡的金钞，上面印的也是金牛，因为我感觉12年前就没有这种工艺，我在怀疑她究竟是不是12年前捡的。经过我这一推敲，女子就实话实说了，她说并不是12年前捡的，是昨天才捡的，今天就拿过来鉴定，问我回收不回收。说实话，按照我做生意的原则，不是你本人的东西一律不要。我打开箱子给她数了数，整整是100张金钞，除了孩子弄丢的那1张，就剩下99张。按照现在黄金的价格来核算，这一箱金钞，它的价值达到了7万多。我说这不是几块钱的东西，这是几万块钱的东西，别人丢了肯定非常着急。我建议你赶紧回去找失主。女子经过我这一分析，连忙答应要物归原主。最后还是给大家来普及一下金钞，它是现在特别流行的一种黄金工艺品，它的材质是4个9的足金。很多朋友问，这种金钞能不能换过我们平时戴的黄金首饰？答案是肯定的，因为它的含金量能够达到4个9，比黄金首饰含金量还要高一些。如果在市面上能够看到这种金钞，希望大家能够对他们多一些了解。俺这儿媳真让人不省心啊！让我气了几天几夜都没睡着觉了。你别生气，别生气。你眼看看这银元是真是假吧？你眼小气儿，你拿来的银元啊都是清一色的这冤大头，真假我看是没啥问题。这个我看你怒气冲冲的，难道你这是遇到啥事了吗？俺这个亲家真是太聪明了啊！昨天儿媳妇刚进门，说好了6万6的彩礼带回来，谁知道儿媳妇她爹都带回来80块银元。你说的意思我听明白了，给儿媳妇下了6万6的彩礼，这新媳妇进门彩礼没带回来，反倒是带回来80块银元，这不挺好了吗？好啥呀？这银元能值多少钱？6万6的彩礼，这还给别人借嘞，想让他们结后再带回来还。这倒好，我好还给别人，钱没有，落80块银元，你看这是啥事啊？你也不要激动，你这个啥东西啊？一般家庭嫁女儿啊，确实有这个配送银元的这个习惯，银元吸引银元，也就是有一份好的寓意在里面。话又说回来了，80块银元也不少值钱啊，这里边肯定有啥误会啊？误会，我也希望是误会。人家结婚嫁妆，我见过有。送黄金首饰嘞，从来都没见过送银元嘞
这传出去不得让亲戚朋友笑掉大牙吗？这笑掉别人的大牙，这话说的有点严重了。主要是你对姻缘不懂，你知道那个黄金首饰之前，你这没有接触过姻缘，你说实话，你这不懂也很正常。像你说的呀，有80块，你这几个咋都带过来？这10来块。我先拿过来10来块，你先看看是真是假，到底能值多少钱？看来你真是想多了。这些东西啊，是那儿媳妇的嫁妆。你想想，那亲家肯定不会弄假的给自己的闺女啊，都是一眼开门的姻缘。所以说啊，真假这个问题直接给你排除了。哎，人心皆肚皮，我也不认识这些东西，谁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呀？这都是自己家的亲人，最基本的信任还是有的。主要是你对姻缘不懂，你拿过来这姻缘，我先帮你看一看，好吧？这个冤大头啊，其实重点就是找8年照的，因为当时8年的发现量是最少的。先看你这个第一块，这个9年的，说实话，这一块包浆不错，都像这种啊，都是属于味道比，一般带包浆的呀，这种姻缘是最受欢迎的。而且你这个还是个小斑，你看一下，开口中，像这种大头，说实话，你卖的时候啊，也是锦上添花。哎，那像这一块能卖多少钱？1200-1300，完全没问题。乖，我想着才几十块钱一块嘞。那你照你这样说的话，那80块应该还不少值钱了。那80块确实是值钱了，因为你就拿过来10来块，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特殊的斑。再看下一块吧，这个是10年的大头，10年的大头，说实话带彩包浆，你看这个地方有点透打，这都是普通斑。10年里边啊，你得排除一下上下缺口罩啊、竖带年啊，对吧？有的话，就值钱了。整体品相还不错，说实话，你在这个9年里边、3年里边，你最主要是找酒精、打扣、甘肃，对吧？你这些东西都得排除。话又说了，你这些姻缘我简单的都给你搂了，也没啥特别的斑，都是普通的通过大头。如果真是80块的啊，如果都是这样的话，我先给你吃个定心丸。说实话，你这10来万块钱还是有的。看来我这个亲家也不错。这是看起来挺聪明的。也不提前把这事给我说清楚啊，不然也不至于闹成这个误会呀。有误会解开就行了，主要是你对姻缘不懂，你找一个懂行的给你看看，打架是对的。这贸然的呀，你如果说是给他打电话去给他找他的事儿，说实话，这事儿都闹大了，误会就更深了。行，啥也不说了啊，先把这10来块姻缘卖了，我得换点钱花。你这姻缘，你不是说那儿媳妇的嫁妆吗？对吧？这儿媳妇的嫁妆你轻易卖了也不合适啊。我建议你还是回去跟人儿媳妇商量一下，嫁妆说实话能不卖都不卖。商量啥呀？不用商量。换钱。这我真要不了。我感觉你还是拿回去吧。那你不要我拿走，你不要有人要。那行，那你再转转。我同学送给我一块破姻缘，他说让我帮他写暑假作业。听说这是古董，你看值不值100？听说是古董，张口就问值不值100。看来你这是对姻缘不懂啊。这个飞龙并不是说破，壁面黑色的是它的包浆。你这年龄不大就知道挣外快了。其实我也不想帮他写作业，谁让我们是好朋友呢？电影里经常说好兄弟就是有难同当。电影里说的是兄弟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他这给你一块原相飞龙姻缘，这你们好兄弟的性子就变了。送你一块什么不好，偏偏送你一块军阀币。小朋友，我可告诉你，这原相飞龙它可不是普通的姻缘啊。这有啥不普通的呀？这种姻缘他家里多少事，上一次我还欠他急用钱，拿家里的姻缘送给别人了。那你这个同学可是真不懂事儿。我看你们年龄差不多，也都10来岁了，家里的姻缘再多也都是爸爸妈妈辛苦攒下来的，决定权在大人手里。像你们这个年龄啊，绝不能轻易的随便拿出来送人，还有你绝不能轻易的接受别人的赠与。我感觉也没什么吧，我替他写作业我也很辛苦的，他给我一块破姻缘，作为劳动报酬很正常。你这话说的就大错特错了，替别人写暑假作业可不算什么劳动。你想想，你帮他写了之后，他就相当于没啥事了。同样是学习，那就相当于吃饭，你天天把他的饭吃了，那时间长了他会饿坏的。写作业和吃饭一样，必须得自己写。没关系的，这姻缘他家里多少事，也不是拿他爸爸妈妈的，这都是他爷爷摆地摊用的，反正不贵。无论拿的谁的姻缘，无论值多少钱，反正你同学的做法不对，你的做法也不够朋友
朋友之间啊，应该是相互鼓励，尤其是你们年龄大小差不多的，不应该处处以钱为中心，尤其是你们对这些银元不懂，对吧？更不能轻易的拿出来变现。我不懂没关系啊，我今天不是找你懂的人吗？反正就是一块破银元，你看值多少吧？一块破银元，你这口气可不小啊！这个是军阀币原样飞龙，平时别说你没见过，恐怕你家里人都没有见过。你就是现在一个月收入1万多的人，买这种原样飞龙也得攒个几十年的钱。飞龙是军阀币里面的名誉品，当时袁世凯称帝之后发行的纪念币，数量极其有限，只有达官贵族才能有幸得到一块，就一般的都得几十万一块了。而你这个更厉害，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，你看你这个还带签字，这个是签字版的飞龙，这种飞龙就属于正儿八经的样币级别了。据可知的数量啊，不是2个就是3个，这数量是相当的稀少。只可惜啊，我看你这个币面状态不咋地啊，这压力说实话一眼假，尤其是它的边饰，我这怎么看怎么不舒服。材质啊，好在是银的，大概市场价也就200块钱吧。只能卖200，这钱也确实不少了。听你刚才说的那么少，我还以为能多卖个几百呢。200就200吧。你对这种大真级别的军阀币不懂很正常，我就实话告诉你吧，像你拿来的这块原样飞龙签字版啊，如果是真的，就以你这个品相的话，少说价钱也得在几百万，因为这种签字版的飞龙实在是太少了。几百万，我的妈耶！几百万那可是后边6个银了，这钱一下子能堆一屋子，这下子我是花钱了。那你要靠卖这个银元还真发不了财。刚才你说的，你同学他爷爷是摆地摊的，就冲他这个职业，就你这个银元也不可能是真的。好在也不是真的，但是200块钱对于你这个年龄来说也算是大钱了。作业呢，你也别替他写了，银元呢还给他还回去，告诉他以后不要再拿家里的东西了。那就行吧，我回去给他商量商量啊。老板，你帮我看这个元宝是不是假的？俺像你对象说是他家家传的，我咋看着像个铁疙瘩呀？这哪是铁疙瘩？铁疙瘩时间长了它会生锈。你这个是50两的大银锭，一眼大开门，这外面发黑啊，这是他的褒奖。哦，是真的，就说明他没有骗我。这我现在属于2分了。你看值不值2万块钱？卖了我去帮俺弟买个2手车。值不值2万？对呀。看来那对象没告诉你价值啊。没有。好在这个50两的银锭啊，品相并不差，字口还是挺清晰的。虽说锭面带了有戳字，但是好歹这褒奖漂亮。你这还没结婚，都卖那对象家里边的东西，不合适吧？没结婚咋嘞？没结婚，我这是考验的，看他是不是愿意为我花钱，尤其是舍不舍为我弟花钱。哎呀，没结婚，舍得为你花钱还能理解。我见过很多2婚的，有为自己孩子花钱的，没见过为自己弟弟花钱的。我头婚没要孩子，头婚之所以离婚就是因为我老公对我弟弟不好。结婚10几年了，都不舍得给我弟弟买套房子。说实话，买房子那可不便宜啊。就咱们这为例吧，一对夫妻你不吃不喝，得上10年的班才能全款买套房嘛。你这上来都给弟弟买房，夫妻俩肯定是容易产生分歧啊。过去的事咱都不提了。我这2分感觉这个对象挺老实的。就是家里是农村的。他给我这个银元宝的时候我以为他是个铁的嘞。铁的倒是不至于，如果是铁的话，你用吸铁石立马就可以吸得住。看来你这个对象是真心对你好，不然也不会把这个50两的银锭轻易送给你。还行吧。确实今天急用钱刚去一个金店，他们按8块钱一颗，给我1万5。你给我2万，我都直接卖给你了。金店给你8块钱一颗？对呀。我没听错吧？这看来金店是想把你这个50两的银锭准备当破烂收啊。你这今天幸亏是没卖，不然可就真亏大发了。银子的大盘价现在是6块，给你报8块，那是当碎银子来算的。你像过去的1两、2两、3两的速锭，现在市场价都在15到20一颗。速锭啊，就是锭面上没有任何字口，没有字口的锭子，也就没有任何的观赏性。而你这个是属于商锭，锭面上有它的落款，落款的银号就是商锭，河南风茂人，我们河南本地的锭子。而官锭啊，通常打的都是地名，比如说太谷县之类的。商锭比官锭多，流通的范围广，所以字口各方面没有官锭品相好。而你这个状态整体还不错，首先字口比较清晰，
包浆看着比较温润，还有蜂窝，看一下它这个蜂窝看着也非常自然，细看的话有点金属挂底，翅膀也没啥毛病，顶面整体流动痕迹很少。仅凭你这个状态，我来给你估价的话，市场价10万块钱绰绰有余。10万块钱？对，我没听错吧？你没听错？这可是银子啊，这可不是黄金啊！对啊，你可别给我乱估价啊！说的就是银子，黄金哪有那大个头的？即使有的话，你现在买它也都是无价了。那照你这样说的话，我不给他买二手车了，我直接前往给他买个新车，让他也高兴高兴。那你帮我变现吧。你先别着急，毕竟这个你和你的对象，你看还没有结婚，这50两的大银锭，你刚才说的是他家的传家宝，对呀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最好恁俩商量一下再做定夺。再说了，跟恁弟买车，你也别着急，一定要慎重考虑。你不能说把这个锭子卖了，全部都给他买车。毕竟也考虑一下你和恁这个相亲对象，恁俩对不对？早晚要结婚，结婚之后肯定也有用钱的地方。咦，不用考虑了啊！我弟弟没有车，不好找对象，你就直接给我变现吧，赶快。弟弟没有车，不好找对象。哎呀，我感觉啊，还是适当的给你留几天。我感觉你是欠考虑，最起码你得跟恁对象说一下，先放我这儿。如果有啥变动，到时候随时再过来，行不行？那中，那先放你那钱给我吧。行。啥东西拿出来看看呗？是个啥？是个玉吧？啊，玉壶。像玉壶。这个玉壶搁哪弄来着？这是祖传的。祖传的。这大概放了得有多少年了嘞？那这我也不知道。你也不知道，反正都是家里边的东西。哦，这个玉壶。我看着可是像近代的呀。你看我这一眼，我看这个壶嘴，你看它这个弓不一样。玉是玉，玉是真玉，但是你说的祖传嘞，大概有多少年了嘞？跟咱家？那这都上辈儿的人的啊，上辈人留下来的。那你这上辈人留下来的，但是我看他这个弓啊，你看他这个弓像现代的，你看机器做的呀。你要是过去的都是纯胶工，都是纯手工做的。你看这可明显，这不是那祖传的吧？那这也不知道。你也不知道，那你这恁家的东西，你哪管不知道呢？搁哪弄的你得知道啊，对不对？老辈儿说是祖传的，但是我看着不像。这个弓，你看一眼假，你仔细瞅瞅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出来。你看这个壶嘴这个地方特别明显，这个弓特别清楚。现在的车工这是，不是手工，过去都是纯手工做出来的。你这拿出来想干啥？想卖了呢。啊，想卖了。将来急用钱。家里急用钱。啊，那这个东西，现在的东西，咱个人来说了可不值钱啊，80块钱。100块钱太少了吧？太少了。那你想往多少嘞？我给个700-800。700-800？那你700-800，
700-800，这个说实话有点高了。我想着你还想要个几万嘞，你700-800块钱，那反正这个东西咋说嘞？你按理说也能接受，但是我感觉搁我手里这近代的东西也没啥意思，还都100块钱的东西。再给你加100卖不卖？中卖。啊卖，你这怪大方了。那可以，中，那可以，不赖。这个壶不赖。啊，这不是祖传了吧？你说的祖传嘞？那你年轻人说的是祖传的。年轻人说的啊，反正都搁家里找出来了。中，那都200吧。也不赖，看着还可以。我这有一块装盒的银元，看着这颜色咋灰不溜秋的呀？你给我看看值不值1000块钱？哎呀，你这块是24年的北洋记忆局，装的是 NGC 的盒子，这看着灰不溜秋的是它的褒奖，拿在手里边，我看着一眼开门啊，值不值1000？你这行情你都不知道，这东西不是你的吧？你这话说的太专业了，我这有点听不懂。这块银元是俺亲戚拿来抵1000块钱的账。我这说的也不是太专业啊，意思就是你这个银元真假没问题，1000块钱抵账来的话，只能说是被你捡个大漏。你这个亲戚应该是个老年人吧？对，俺姑今年确实都70多岁了。他上次急用钱，从我这借走1000块钱。昨天拿这个给我来抵账来。原来是这就对了。他这个应该是拿来恁这个家里边人来。具体他也不知道能值多少钱，我建议你还是趁早把它还回去，因为他不懂，你也不懂，这块银元说实话放你手里边也没啥用。你看你这话说的，俺姑他是一个多么精明的人啊，10块钱字幕他都要精打细算一下，更何况这是1000块钱来抵账的呀。对啊，恁姑这一次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。人这一辈子太聪明的话，有时候也会犯糊涂。他拿过来的这个银元来抵1000块钱的账，只能说明他不懂。你这块银元是24年的北洋记忆局，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北洋龙的前身，也就是光绪25年以后铸造了，全是我们现在常见的那个北洋龙。第一，北洋记忆局它这个发行量少，也就意味着它这个存世量不多。你看最常见的有23和24，23年相对来说更少，但是它那个龙的设计啊不是太好看。24年的这个虽然说壁面整体看着更舒服一点，从这个审美角度来说啊更好看一点。23年的记忆局啊设计的更单调一点，24年记忆局各种版更多一点。老板，你先暂停一下。你说的这些意思就是他少呗。对。你就直接说他值多少钱。我说的意思其实就是这个银元的发行量少，一块银元能值多少钱啊？具体还得看它的品相。首先呢，你这入的是 NGC 的盒子 ，NGC 啊是国外比较权威的评级公司，它给的状态你看是 AU 的底板，对吧？确实你这块正元，我看壁面的话。很少的这个流动痕迹，壁面也可以说看不到有任何瑕疵，而且还带淡淡的五彩褒奖。好就好在啊，这个制口龙鳞全身打，记忆局这个版啊，它这个龙鳞设计其实是非常差的，即使 MS 级别的底板，也可以说也没有你这个状态好。你看龙鳞也可以说是接近未流通，这说实话这是没给分，就你这个状态绝对是低评了。如果说给分的话，6位数是跑不掉。就目前你这个状态来说，少说的话还得4-5万。就这一块破银元4-5万。对。你这说出来谁相信啊？反正我是不相信，这些绝对不可能的。你这有啥不可能的？状态好，它就值这个价格。你主要是不懂行，你说实话，就这些入了盒子的东西啊，壁面好坏咱都能清清楚楚看得到。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个记忆局，它这个发行量比较少，这样的银元啊，肯定是懂行的人来收藏的，这肯定啊是被恁姑不知情弄巧成拙，给拿过来还账了。那我就将错就错，暂且先替他保管着，说不定时间长了，还把这事给忘了。我劝你啊，还是给那姑送回去，不可能有这样的好事，对吧？你这胡着哈着装不知道，本身都是亲戚的，你这样捡大漏赚大钱的事，终归啊还是纸包不住火，最后被他们强行来要了。说实话，到时候闹了都不愉快了。你仔细想想，这本身几万块钱的东西，被那姑1000块钱给贱卖抵账了。对吧？都像他那样的精打细算的脾气，肯定会给你誓不罢休。老板，你还是别管了，这是我自己的事，我自己解决。好吧，那你好好的考虑考虑吧。
你好，过来，老板。老板，想弄点啥嘞？想麻烦你给我看几块东西。拿出来瞅瞅。你给我看这是啥这？哦，江南人参，这是一块江南龙，包浆的看着可以啊，这。江南龙是啥？老包浆。这是银元啊，这是搁哪弄的呢？我下乡收货收的。下乡收货收的？啊，一块200块钱。哦，一块200块钱收来了。对，我不知道用啥。200块钱。我也不懂这是啥。哦，啥都不懂，都给你200。啊。那你这收货，那你可以啊，这啥利润啊？你都按银子卖，也都卖个100-200了。可不止这一块呀。那这东西，说实话，就你这个包浆啊，这包浆100年的包浆，这是一眼开门的包浆。这说实话，你将那个拿过来，我看你的那几个。这边是4块。4块。这个，这是一起收的吗？这一起收过来的，一块200，这总共是5块。1000块钱。1000块钱。那你这1000块钱，我收着我也很懵。那他是卖给你的，这是啥人卖给你的？反正就那小年轻。哦，年轻人卖给你的。这反正这个北洋龙，你看上面布满了苍蝇，全是，这应该是炸了或者磕了。这年轻人的东西，说实话，他可能是缺钱拿家来。我也不认识他。这是一块新绸，江南新绸。那你这咋说呀？这个东西，我看着是可以。我也担心我亏了，我对这不认识，我都不知道这是啥。亏倒是不亏，刚才还是那句话，你说卖银子的钱，那100-200块钱也能回本，是吧？我感觉是的。对呀，但是何况你这可不是卖银子的事儿了，这是说实话，它的成本比卖银子的事儿大吧？那你这银子才多钱一颗，拿到哪？这银元说实话，这品相，这哪一个都得大几千。我第一次收这东西，平常收的不是这。平常收的不是这。看还有一块赵忠，这说实话，这都是玩银元大家都喜欢的一些东西。上面有戳，有字戳，还有一个朱雀，应该是朱雀。这要是不带戳不带朱雀的话，这也是1万大几的东西。这些东西刚才给你初步估计了，你这总共几块？5块。5块。1000块钱。你就是随便拿里边最菜的一块，就拿这个北洋吧，就这个北洋最菜的这一块，说实话，你这已经是赚翻了。咋赚翻了？都得最少得赚1半。北洋你现在怎么着？就像这品相的北洋，怎么的2000以上了？这一块2000以上吧？对，2000以上，你这都基本上翻多少倍样子？对啊，你这1000块钱的成本，2000块了已经。200块钱买，又赚1000。对啊，翻到2000，翻100倍嘛。翻10倍。你这几个再加一块，这都不得了了，这得2-3万了，30万了。30万，你算算，2-3万，30万，你1000块钱，确实是30倍、40倍，将近40倍的利润。这5块吗？对，但是你这银元啊，我不能要，我只能给你看看真假，因为毕竟啊，你是从那个小年轻孩手里边收过来的，我建议啊，你还是给人家还过去。这些东西1000块钱是不是？老板，我今个过来叫你给我看这东西是啥，真的假的，价值高不高？大概情况就这样。反正这个我也不想卖，我也不卖。我也不是说过来卖的。我知道，好，那看的差不多了，你那我这个你自己看着办吧，好吧？那我先过去，麻烦你了不客气。上次有一位女子来店里，拿着90岁爷爷祖传的手表来估价。她说爷爷年轻的时候在上海干生意，虽说现在年龄大了，但是这块手表却是真正的稀罕物。她听别人说，东西是越老越值钱，因为爷爷年龄大了，腿脚不方便了，就让自己拿来替爷爷询价。我接过女子的手表一看，笑着说像某宝上面的手表。这位女子拿了一块老表来找我鉴定，她说爷爷今年90多岁了，给自己留下了一块好表，还说以前爷爷年轻的时候在上海干过一段时间的生意，这块表当时就在上海买的，一晃也是几十年了。女子饶有经验地告诉我，这块表很重，是机械的，你可以在手里托一托，只要是好表，它就显得特别有分量。
还着重说了一下当时买这块表花了很多钱。其实说到过去的老表，真正机械的表芯，但凡是外国进口的，再到现在确实有人要。女子帮我捋了一下时间，说爷爷现在已经90多岁了，当时20-30岁在上海买的，而且还是一块进口表，已经累积到现在，也算是一块好表了。我们俩说话。大家觉得呢？啥东西拿出来看看呗。你看看我这个石嘞，看你也说是个宝贝，你帮我看看呗。石嘞？这宝贝谁跟你说的是宝贝？我就俺那一片的邻居帮我看看，他说你也是个宝贝嘞。是个宝贝。这是个小香炉。小香炉现在的仿品不是啥宝贝，过去的东西。不是这样的，过去的不是这样的，这连用过都没用过，这都是过去的东西，不是过去的东西的小香炉。这一看这个后边这个旋都假了，现在很多仿品都是带这个旋字。香炉，反正这个东西也就10来年吧。10来年的老东西，你要说老东西，反正也称不上。看这上面这2个像，这个做的，说实话咋说呢？这个做旧啊，做的不是太好。很多人都感觉着，这个东西啊是过去的呀，怎么着？感觉着能换房子、换车，我感觉这换不了。这个俺邻居也是说了，你可是个好东西，管炸出来的，管弄一辆车呀。那邻居还跟你说了吗？嘿嘿，那邻居我跟你说，他说了，他可能跟你说开玩笑的话，知道吧？玩笑话，就是说着玩的，也没啥太惊奇的。这个换车，说实话有点扯得太远了，好多人都是。感觉到这个石的东西，过去的东西，哇，几百年的东西，怎么着，这个东西拿出来，也都这样了，就这么回事。就这样，给当个小玩意儿，搁家来往那一摆，过多了也不中。这不值钱的。值钱更谈不上，反正就是玩呗，搁家来当个小香炉说了。行了，检验完毕。好，那谢谢你了。不用客气。俺爸神神秘秘的给我送了一块银元。10几年他那个别人给他10几万都没有舍得卖。现在也得价值100万了吧？哇塞，你这个还不是一般的传样，这个是24年的传样。如果10年前有人出10万的话，那现在价值100万很正常。如果真的值100万的话，我现在立马就卖给你。有钱了我去买一套房子。具体能值多少钱，我还真帮不来，你说不了。常见的传样我只知道21、22、23年这3个年份，但是看你这个壁面也有流动痕迹，尤其是它这个边齿，你看都快磨平了。传世的包浆
应该在手里边留了有一段时间了。这个银元这是哪来的？就是我爸以前专门给人家搬家嘛啊，在一对那个10多岁那个老夫妇的那个抽屉里面拿的。神神秘秘的给我的。原来是搬家拿别人了，那爸这个职业道德不行啊！这私自拿别人抽兜里的东西，这是窃啊！哎，确实，他拿东西是有原因的。十几年他出去打工嘛，城里人的啊，都是我们乡下人欺负，知道吧？经常遇到就是干完事情啊，不说话的，不给钱，这样的啊。不给钱肯定也是有原因的。就打个比方，你帮我来搬家，你趁我不注意把我的银元拿走了，我放了东西，我心里边肯定有数。我明知道，对吧？你拿了我的银元之后，我再给你结账，那我都变成了一个妥妥的大冤种了。那你误会了。我爸说他是为了那个干完活啊，防止干完活不给钱。所以提前才拿别人这个东西。那就算你说的有理吧。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个银元，你这不是整整放了10年吗？当时跟他爸结账了没？当时没有结账，当时主家说了。就是拿这块银元啊，价值是10几万，是上百万是吧？吓得我爸也不敢拿出来，是这样的。那你没拿出来，我觉得那爸也是事出有因。你想想，人家说这个银元值10万，干活搬一次家才多少钱？你是怕别人讹那爸，还是那爸是见财起意了嘞？这个具体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也说不上来。反正的话，我爸意思是掏自己的腰包啊，给别人就是几百万的工钱，是这样的。你爸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！如果10年前这个银元真值10万的话，你想一想，别人咋可能轻易的放抽兜里边呢？分明是恁爸搬家之后啊，别人找了一个借口，故意不付搬家费。啥意思？难道是我爸被骗了？对，你就说这块银元到底值多少钱吧？正所谓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如果这个24年传样真值10万的话，别人肯定不会给你善罢甘休的。其实像这种24年，他这个传样，我确实是第一次见。我们常见的传样都是22年和23年居多，甚至21年他就没有发行过。当时短暂流通了一段时间，因为它的这个设计有问题。所以21年你少这几万，如何带分的上6位数的都有。22年啊，比23年呢又少一些。市场价23年是最多最便宜的，但是到了民国24年，这个年份的传样啊就没有发行。当时民国啊，为了避免银子外流，直接用那个金圆券取代了银元，所以没有发行过的银元。你这毛毛天的拿出来一块，只能说明2种情况：一种是古品，另外一种它就是假币。绝对不可能是假币，应该是古品吧？你要不仔细给我看看？其实我已经仔细看清楚了，古品的话应该是不可能。古品啊，它有一个特征，就是壁面各方面应该是全深大才对。你细看一下，这字口很软，尤其是它这个边齿也很软。这说实话，这不懂的还以为是流通过来了。包括孙像，还有背面的这个船帆，还有它这个，你看这里边的这个，还有这个波浪。这都太软了，唯一欣慰的就是壁面看着像银了，这外边这种传世包浆啊，应该是养出来了。现在看的话，大概也就是100-200块钱的样子吧。啥？100-200块钱？对。你确定不是100-200万的？100-200万你就别想了。一般像这种银元啊，都是那种买不起真币的老年人，在地摊上花钱不多，200块钱买回来把玩了，反正也不值钱，丢了也不让人心疼。倒是别人啊说一块值10万，那爸还真当真了，算是白放了10年，给自己拿回去放着玩吧。你这鉴定我确实接受不了，算了吧。好，我不卖了。好，没事。